不是给朋友？难不成是心上人？那更要拿着了，这糖葫芦马上就没有了，哪里都买不到，明年就和今年不一个味儿了。喏，用油纸给你包上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今儿个天冷，姑苏那边估计更冷，化不了。麦壳色的粗油纸刷刷两下裹住那鲜亮的颜色，细麻绳扎得严严实实，将少年放在心上牢牢记着的糖葫芦护在略硬的纸袋中。蓝忘机接过，忙掏出银子。嗨，不要钱的。小贩摆手，小公子拿去送人吃的开心就好，反正也是着急把这几串打发出去。蓝忘机哪里遇到过这种事情，一时有些不知如何是好，那小贩却已经自顾自又道，这次就当是我高攀向你们世家讨个生意，糖葫芦卖完了日子还得过，改明个儿卖麻薯，小孩子也喜欢。小公子什么时候再来，不妨带你朋友来尝尝，给我带点生意。蓝忘机不再推辞，躬身极为珍重。好。蓝忘机第一次真正理解归心似箭这个词。老实说，他出来的时间并不算长。花妖与丑时法力最弱，是以天不亮他便出来了。那时那小小的一团还全在他怀里睡得安稳香甜。他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开那小家伙，不能耽误时间。现如今怀里的储物袋中满满地装了一堆新奇玩物，只想立刻回到云深，换来那人一笑。一踏入云深，蓝忘机的心底便是一阵莫名的激荡。匆匆向蓝氏走去，叔父应是会把魏婴带在身边的。魏婴早起不见他，也不知是否会有不安。气死我了，刚才就应该打死他。张兄说的没错，你听听他刚才是怎么大放厥词的。那金子勋自己资质平平，脾气不招人待见也就罢了，还把自己当回事儿，之前就明着暗着和魏兄过不去，也不知魏兄他怎么样了。哎，说起来，去摘花也是我们张罗的，魏兄现在才那么大，哪里禁得住这个洞啊？是啊，才那么大，看刚才的样子，恐怕你别乌鸦嘴。魏兄那么厉害？哎，你懂什么？我家也有小孩，就我弟，比魏兄现在还壮，不照样？哎，你看，那是不是蓝二公子？他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如果细看就会发现，蓝忘机的脚步是乱的。蓝启仁解开裹着的外袍，露出那小人儿。江丰眠在侧紧紧盯着，江澄眼睛都急红了，满身的水也来不及顾忌，还是江丰眠给他烘干的。衣服头发早已烘干，可那小家伙却还是冷极了一般，瑟瑟发抖着蜷缩着。往日绵软红润的小脸淡动的清白，唇瓣都在打哆嗦，双目轻磕着，属于孩童的长长的睫毛微微颤抖，时不时皱眉发出细碎又难过的呜咽，如同负伤了的小猫。医师见这架势分毫不敢怠慢，搭上那小胳膊想探脉，岂料刚一碰到那攥着一堆不知是草是花的小手，方才还毫无防备的小家伙马上狠狠一颤，小手一下子缩回去护在心口处，生怕他碰似的。医师还以为是他手上伤疼，便更是小心地摸出另一只小手搭上腕脉，只一会儿功夫便有了结论，又查看了身上各处的伤道。这孩子落水虽时间不长，但孩子太小，身体底子本不是很好，怕是之前日子过得不好，这次受凉受惊肯定是要病上一段时间的，不碍事，正好借着机会调理调理。他后脑的伤，江澄急道：哦，老夫看了，不碍事的。小公子福大命大，后脑虽被划破，却并未磕到，皮肉伤可能疼一些，但所幸并无大碍。方子开好了，老夫配好药给蓝先生送去。这孩子受寒受惊，恐怕不会太好过，且先喂些姜汤驱寒，莫要再令其心神激荡了。医师才说完，便有人匆匆进来，是蓝忘机。向来冷淡的少年红着眼盯着蓝启仁怀里的小团子，叔父，魏婴他，抱歉，忘机。蓝启仁看着他不由得一阵惭愧，又看看怀里小团子煞白的小脸蛋，我疏忽了，魏婴暂且没事，但还是会病。蓝忘机匆匆向江丰眠行礼，转身道：叔父，江宗主，可否让我照顾魏婴？江丰眠一怔，看了那少年半晌，转头与蓝启仁对视，二人点了点头。小团子奶包似的一只，身体绵软的像是块面团，被蓝忘机裹得严实，只露出一张煞白的小脸，可怜巴巴地缩在蓝忘机怀里，被抱着走向静室。他还在颤抖，
不时发出类似抽泣的气音。蓝忘机心底酸涩发苦，只能一下下拍着小团子的背安抚着。到了静室，他刚一把小团子放在床上，打算给他盖好被子，那小家伙就不甘了。他似乎是冷，又似乎是怕，一个劲儿地往他怀里钻，软乎乎的小手死死揪着他的衣服不放，抽抽搭搭呜咽着，委屈得要命。柔软的一坨紧紧贴在他怀里。蓝忘机无法，他实在不忍心让小魏婴一个人又冷又怕，便直接裹了被抱在怀里，端来姜汤，拿小匙舀了一匙，确认不烫，放在小团子的小嘴旁，小心地捏着小家伙绵软的脸蛋，使其张口，小心地喂下姜汤。一入口，小家伙便被那辛辣刺激的直皱眉，不慎呛了一口，小孩子撕心裂肺地呛咳起来，小脸都憋得泛红。蓝忘机的手一颤，眼都红了，忙将小团子竖着抱在怀里，小心地拖着那小脑袋瓜子枕着他的肩，手轻轻抚顺着小孩依旧不断颤抖的后背。咳了半晌，小家伙嗯了一声，缓过来了，似乎是嗅到熟悉的檀香，蹭了蹭，呢喃着唤了一句二哥哥。蓝忘机将小团子继续抱在怀里，轻轻拍着，我在。没成想小团子竟没像往常一样安心地继续睡，而是极其不安分地动了动身子，幼子纤长的羽节轻颤着，睁开了泛着水光的大眼睛。二哥哥，小家伙愣愣的。抱歉，魏婴，抱歉。蓝忘机抱住小团子，一下下揉着他发顶。我来晚了。小家伙毛茸茸的后脑缠了一圈纱布，斜斜缠到额头，映衬着小孩苍白的面色，只有刚呛过的鼻尖眼角还在泛红，眼角还流着方才咳出的泪迹，乖顺地趴在蓝忘机怀里，蜷缩着的身体依旧不自觉地发抖，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蓝忘机看得万分难受，事情他了解了一些，大概也知道了。落水，那么冷那么湍急的水流，对于这个分量都不足的小家伙来说是何等凶险。他当时会多害怕，哪里难受？疼不疼？冷吗？一向不善言辞的蓝忘机急得有些语无伦次。小家伙看着面前人急红了的眼，忽然安慰地露出了个灿烂的笑来，然后很是开心地从被裹里伸出那只一直不让人碰的小手，白皙皮肤上的血痕格外刺眼。二哥哥，阿英给你采了花花。那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蓝忘机，像是巴巴献祭的幼兽，兴高采烈地现实给他的二哥哥看，阿英在石头下采的，好小好小的花。二哥哥，你看喜不喜？他的声音忽然断了，呆愣地看着举到那人鼻尖前的花。